如果你的女儿不幸遭到猥琐男非礼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位父亲不得了，他没有报警，而是想出了一个天才的报仇计划，给猥琐男变性。你不是喜欢欺负小姑娘吗？那我就把你变成小姑娘，让你也尝尝被人欺负的滋味有多难受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猥琐男暗恋服装店里的大妞，明示暗示好几次都被拒绝了，因为大妞压根不喜欢男人。猥琐男心里苦啊。不久后，转折来了，他在宴会上认识了天真妹，对方身材高挑，年轻漂亮，猥琐男觉得自己又可以了。趁着散步的机会，他精虫上脑，对天真妹动手动脚。天真妹再天真也知道害怕，开始疯狂大叫。猥琐男有色心没色胆，怕犯罪行为暴露，就捂住了天真妹的嘴，又一拳将她打晕，然后提起裤子匆匆逃离犯罪现场。但是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他狼狈的身影让前来寻找女儿的男主起了疑心。果不其然，他循着线索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天真妹。天真妹本就患有抑郁症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后，病情更严重了，立马住进了医院。她丧失了说话的能力，每天都因害怕而哭泣。看到男主后，还把自己关进衣柜里，因为在他眼中，所有男人都变成了猥琐男。宝贝女儿变得人不人鬼不鬼，男主怒了，他找到了猥琐男的家庭住址，决定实施复仇计划。趁猥琐男骑机车时，一脚油门撞翻了他，然后用麻醉枪将他掳走，锁在人迹罕至的山洞里，不给他吃饭，只能喝水。饿得猥琐男前胸贴后背，每天跪地求饶，生不如死。男主其实并不冷酷，他本想放猥琐男一马，给他带了食物和衣服，偏偏这时候天真妹因为心理压力太大，跳楼自杀了。男主伤心欲绝，斩断了最后一丝怜悯，他决定重操旧业，用自己的手术刀惩治猥琐男。是的，男主是一名整形医生，他将猥琐男搬上手术台，捆住了他的手脚，在他身下一顿操作猛如虎。第二天，当猥琐男恢复意识后，发现自己被锁在了房间里，眼前有一面镜子，他撩开衣服一看，完了，下半身已经凉凉，自己彻底变性了。之后，男主走进房间，拿出了一排术后用具，逼他逐一使用。猥琐男不敢不听，而更苦的日子还在后面。听过失足少女，但你听过失足少男吗？这个男孩很懵逼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绑架，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。他质问眼前拿着手术刀的男人，对方却说自己是天真妹的父亲。前几日，男孩欲图不轨，害天真妹自杀身亡，血债血偿，这就是对他的报复。男孩自知理亏，不再反抗。变性之后，他又进行了多次整容手术。从外貌上看，已经没有了一点男性的影子，但男人还不满足，因为他还有一重身份——科学怪人。早年间，他的妻子因车祸毁容，由于忍受不了现实，跳楼自杀了。从那之后，男人开始研究皮肤移植技术，这可是反人类的，不被官方允许。但现在，男孩成了他最好的试验品。神不知鬼不觉，他先从猪血中提取物质，培养皮肤组织，然后按照男孩的身体构造，一片片的切割下来，重新进行缝合。就这么折腾了好几年，男孩终于换上了一身人造皮肤，不仅白皙嫩滑，而且不怕火烧，耐高温，还能防止蚊虫的叮咬。男人很满意这件艺术品，为他取了一个新名字——小美。男人将小美软禁起来，还在房间里装了摄像头，每天监视她的活动，只允许自己的母亲和她说话。小美起初无法适应身体的改变，她撕掉了男人送来的裙子，一旦逮着机会就逃跑，甚至不惜自杀。但男人不急，他救下了小美，每天都在她的饮食里撒入镇静剂，然后没收了房间里一切的尖锐物品，给她买各种化妆品和美妆杂志。通过不断的洗脑，小美终于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女人。但经过几年的朝夕相处，男人也渐渐迷惑了，望着那张酷似妻子的脸，他也对小美产生了特殊感情。一次，他看完监控后按捺不住，就进入了小美的房间。小美欣喜若狂，以为自己要重获自由了，但男人只是避而不答，匆匆逃离现场。男人的母亲见情况不对，就提醒他最好早点处理掉小美，不要引火自焚。但男人已经收不了手了，他干脆遣散了家里的其他佣人。而这时意外发生了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这不，小美的劫难来了。这天男人不在家，他的兄弟却出现在家门口。光头刚抢完劫，正在被全城通缉，他祈求母亲的保护，当妈的还是心软，开了铁门就是放虎归山。虽然提醒他吃完东西就赶紧离开，可光头贼心不死，他四处乱转，就发现了被软禁的小美。看对方柔软的腰肢，姣好的面容，光头忍不住了，他绑架了母亲，又翻箱倒柜找到了钥匙，然后冲进房间对小美实施了犯罪。这时男人刚好回家，看到母亲狼狈的模样，他心头一震。
果然，监控里的画面让他双眼血红，他持枪冲上楼，对着光头就是2枪，打得对方鲜血直流，一命呜呼。事情发生后，男人心中非常自责，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小美，就许诺放她自由。然而小美因为这段糟糕的经历产生了彻底的混乱，她发自内心的接受了自己是女人的事实，并且发誓自己会永远陪在男人身边。当天，小美出去逛街，回来时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寻人启事，上面发布的大头照很眼熟。她定睛一看，那不就是变性前的自己吗？原来小美的家人一直在寻找她，这件事又唤醒了她。回到房间后，她看到了自己在墙上写下的日记，多么憋屈，多么羞耻，多么无助。他终究是男人啊，即使变性了，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。于是当晚，男人正准备和她恩恩爱爱时，她假装下楼拿床上用品，其实是为了拿枪。上楼后，她没有半点犹豫，开枪打死了男人。男人的母亲被枪声惊醒，匆匆赶来，又被躲在床底下的他一击毙命。事后，小美穿好衣服，匆匆赶回家，她不知道如何向家人解释这几年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。电影结束了，除了画面看得过瘾，其实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。猥琐男因心生歹念，毁掉了天真妹的一生，自己也被男主囚禁起来，连一个正常男人都当不了。而男主也过于偏执，本来是为了替女儿复仇，最后却做出了反人类的实验，造成了一出悲剧，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总之，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，即使生活很难，也要努力当个好人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